秸秆应该如何处理？各国有妙招。说起秸秆处理，大家往往想到的就是就地焚烧。然而，这种方式带来很多问题，在我国已经不适用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些成堆的秸秆又该如何处理呢？这里是知识天地，我们不妨来看看隔壁邻居的处理方法。越南地处热带地区，当地的水稻可以实现1年3熟，每年种出这么多的水稻，自然会带来更多的秸秆。对于这些秸秆，越南是如何应对的？从有关资料来看，越南处理秸秆之前，一般会先放鸭，让鸭子把田里的残余稻谷和害虫都吃掉后，才能正式开启秸秆的处理流程。在此期间，越南农民会用自走式履带旋耕机把秸秆全都旋进土壤中去，简称旋耕还田。把秸秆旋进去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播撒微生物菌了。利用这些微生物菌，可以促使秸秆快速腐烂，让其转变成大量的氮、铁、锌等多种营养元素。当秸秆全部转化完成之后，它们就变成下一茬农作物的养料了。所谓化作春泥更护花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当然了，除了旋耕还田以外，越南实在处理不完的秸秆也会就地焚烧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越南每年得烧掉上千万吨的秸秆。每当收获之际，农田里可谓是烟雾缭绕。除此之外，美国、日本也是用焚烧的办法处理秸秆。越南水稻1年熟3季，秸秆处理方法自然环保，利用鸭子将田里残余的稻谷吃尽之后，再用生物菌将秸秆做养料处理。实在弄不完的，就会选择就地焚烧。既然越南能焚烧秸秆，我国为何不可以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咱们逐一来进行分析。首先就是秸秆燃烧会污染空气。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，在秸秆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，久而久之会扰乱空气中的动态平衡，给整个环境造成不利影响。其次，过量弥漫的烟雾还可能引发肺病或者造成人体的呼吸道感染，长此以往，当地人的健康势必会受到威胁。此外，还有一点就是容易引发山火，这个想必不用多说。近些年因为焚烧秸秆造成的火灾事件数不胜数，轻则毁去一片森林，重则闹出人命，可见焚烧秸秆的危害不容小觑。最后就是会造成空气中的能见度降低，毕竟秸秆每次燃烧起来都会带来滚滚浓烟，一旦烟雾飘散到上空航线或者交通路面，那飞机和汽车的运行不就受到阻碍了吗？所以说，从宏观角度来看，焚烧秸秆绝对是弊大于利的。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，植物学家陈焕庸就提出了焚烧秸秆的劣势所在。陈焕庸表示，如果大量焚烧秸秆的话，土壤中的有机质和腐殖质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矿化。与此同时，农田里的微生物也会被烧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农田生态系统就会被无情的破坏。焚烧秸秆让人头疼，其实只要选对方法，秸秆也能变废为宝。在日本农业界流传着一个炖稻壳的说法，简单来说就是把稻壳堆成一堆儿，在上面插个小烟囱，然后点燃稻壳，让其逐步碳化，随后再洒水冷却，将其深翻入土中，用以肥沃土壤。日本处理秸秆的方式跟德国差不多，德国处理秸秆的方式一般有3种。首先就是将其当作牲畜的饲料，由于秸秆里面含有丰富的粗纤维，有利于牲畜的生长发育，所以当地农民会用打捆机将其全部捆装送往奶牛场，以充当牲畜的饲料。其次就是利用大型机械将其粉碎还田，这种粉碎还田后的秸秆除了能够增加土壤中碳素物质的含量外，还能提高土壤锁水能力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第三就是将其制成生物燃料，比如生物乙醇等，它作为清洁能源，可以让人们减少对石油、天然气的依赖。所谓多个能源多条路，说的就是这个理。至于我国处理秸秆的方式，其实也跟德国差不多，无非就是将其作为牲畜饲料，要不就是粉碎还田。当然了，除了这几个方式以外，我国针对秸秆问题还想出了其他妙招，比如将其当作栽培基料，用来培养菌类食物。要知道，以前培养菌类食物用的栽培基料都是原木，这种原木撤换下来很麻烦，但用碎秸秆充当栽培基料的话就方便多了，分分钟就将其撤换掉。此外，我国还能利用这些秸秆来造纸，或者用来打造家具。根据相关企业家的描述，用秸秆打造出来的家具可随意切割改造，
此外，这种材料还有防开裂、防火阻燃的优点，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还特别低廉。如此看来，秸秆也算是用途多多了。总之，对于秸秆处理这个问题，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，只要肯开动脑筋，秸秆也能变废为宝。毕竟印度都有甘蔗渣餐具了，我国的秸秆还能没用武之地吗？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